大家刚才都看到了那张著名的照片，坦克人，它象征了在1989年6·4时中国人反抗暴政的那种勇气。2009年的时候，我刚到美国，在很多朋友的家里也看到这张照片。当朋友们知道我的双腿是在北京，是在6·4时被坦克碾压失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们很惊讶地问我说：“坦克不是被拦下来了吗？”是的，王维宁拦下了坦克。1989年，我是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大学生，大学4年级的学生，我也是一个运动员。就像所有的普通学生一样，我们参加到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当中去。我们当时对这个国家充满着希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改革，能够抑制腐败，能够打击官倒，能够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这些学生们通过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所有和平的方式，总是希望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些呼吁。可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那些顽固的执政者，他们罔顾民意，他们认为我们的这些和平要求会挑战他们的统治，所以最后他们决定用军队来镇压我们这场学生运动。在6月3号的傍晚，中国政府下出了最严厉的决定，他们通过各种广播电视发出了最严厉的措辞，镇压开始了。大约在6月3号的10点，中国政府动用20万的正规军，从北京的4面8方强行的开火，向北京市中心、向天安门推进。上百万的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身体去阻挡这些军队的进入。那个时候，我和最后的3000多学生一起，我们坚守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到了6月4号的凌晨，经过6月3号的这几个小时，军队强行的开火，从4面8方逼近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的周围已经有大量的人员的伤亡。这个时候的天安门广场非常的紧张。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我们学校低年级的一位女学生，她非常的害怕，找到我说希望跟我在一起。我说没关系，我是一个男人，我会保护你，你和我在一起一定会安全的。就这样，我们静坐在纪念碑的周围，子弹从我们的头上划过，击中在纪念碑上，闪出点点的火星。一排一排的坦克慢慢的聚拢到我们周围，推倒了天安门广场上我们树立的那尊民主女神像，那个是我们运动的一个象征。坦克碾过了广场上学生的帐篷，荷枪实弹的士兵从我们的身上踩过，冲上纪念碑，殴打驱散学生。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很不幸，他去年在中国被中国政府迫害致死。当时刘晓波先生就和我们在一起，也是他冒着危险，最后去和士兵谈判，决定让我们最后留在广场的这一群学生能够和平地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大约在6月4号的上午4点钟左右，我们最后的这2、3千学生从天安门的东南角撤出，沿着前门西大街向西，最后经过一条南北向的新华北街，拐上了著名的西长安街。这个路口就是六步口。走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早晨6点钟左右，天空已经比较明亮。我和这位女学生，我们手挽着手走在一起。当时的长安街也很空旷。
可是突然从我们的身后传来了一阵一阵的爆炸声，有一颗毒气弹正好炸在我们俩的身边，瞬时间那团浓烟笼罩了我们，让我们窒息，让我们头晕，看不见任何东西。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赶快抱起他，因为他已经被毒气熏晕了，赶快抱起他向路边转移。就在我抱着他转身向路边移靠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看到了一队坦克从东向西，也就是从我的身后快速地冲到了我的眼前。坦克前的那个长长的炮管仿佛已经压到了我的头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躲避。当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把这位女同学推靠到了那个路边的护栏上，使得她安全。我自己倒在了地上，一种非常奇怪的那种挤压的那种感觉，我感觉到了。我知道坦克碾压到了我的身体，随后我感觉自己被坦克的履带拖行，在路上咚咚咚的拖行，也许3秒，也许5秒，坦克的履带挣脱了我的双腿，撕脱了我的裤子，我滚到了路边，靠在了这个栏杆上。在我失去意识的最后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是看到我靠在这个栏杆上，腿前面露出的我的这个白色的骨头。非常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摄影师，他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那个惨景，记录了坦克压人的这么一个铁证。我也非常感谢当时在现场给我做紧急救护的这位市民，是他挽救了我的生命。这就是在北京，在西长安街，在6月4号上午6点钟发生的一个惨案。中国政府的军队从身后用坦克冲杀学生，在这里至少有11人被当场压死，很多人像我一样受伤，落下终身的残疾。其实从6月4号这一天之后，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一天，在北京有多少人失去生命，这至今一直是个谜。因为中国政府从6·4镇压之后，就采用各种办法在掩盖真相，在隐瞒事实。他们弄用他的国家的机器，用他那个无所不在的强权，希望人们不要说出真相。就像我救的这位女同学，最后迫于压力，她也否认了，她否认了我们在一起的事实。当然我可以理解她，因为她需要继续读书，她需要有工作，她的家里人需要在中国生活。后来我到美国，还认识到另外一位在六部口和我一样在坦克受伤的人。我希望有一天我邀请他，我说我们一起来做六部口惨案的证人，我们一起来说出这个真相。他也拒绝了我，为什么？因为他当年为了继续学业，为了拿到护照能够出国，他不得已给中国政府写了保证。他说他的受伤是公共汽车压的，不是坦克。就像我，在6·4之后的20年，我因为一直坚持说出真相，也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对待和各种压迫，2次被抓捕，没有自由。在我失去双腿之后，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我依然很想继续从事残疾人体育。是的，其实我是1992年2项残疾人体育运动的冠军，本来我是有机会，我是应该代表中国参加1994年的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残疾人运动会，可是中国政府最终取消了我的比赛，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我受伤的真正原因。6·4过去29年了，现在的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他越用各种方式在继续掩盖这个6·4的真相。网络被封锁，人们不能够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
天安门母亲也不能去自由地去悼念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失去生命他们的孩子。年轻的学生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6·4的资讯，6·4在中国是敏感词，在网络上是检索不到的。国际社会也因为中国的经济越来越漠视中国的人权。2009年，我很幸运，我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能够来到美国，来到自由世界。现在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美国旧金山。我作为一个8964的一个参与者，一个那场屠杀的幸存者，一个见证人。这么多年来，我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向人们去诉说我所经历的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会参与各种活动，就像今天到这里一样。我会走进学校，和年轻人在一起，告诉他们当年发生了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尽管在和这个强权对抗中，保持记忆，挽救真相是多么的困难，可是我们依然坚持要做。再过几天就是6月4号，就是6·4 29周年。在这里，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29年前在中国在北京发生的这一个残酷的事件。希望大家继续去关注中国的人权，希望大家记住那失去在北京在天安门的那些生命，记住天安门广场上曾经流过的鲜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中国需要你们的帮助，中国需要人权，谢谢。